两兄弟同一天娶亲，一个娶的是富家女，被人人羡慕；一个娶的是沿街乞讨的姑娘，被全村耻笑。大哥李建国娶的是本地大老板张富贵的女儿张翠花。结婚那天，豪车排成一排，彩礼堆得像小山，金项链、名牌包，一捆捆现金摆在桌上，鞭炮响得震耳朵。全村人都围过来看，个个夸李建国有本事，能一步登天，以后吃喝不愁，享尽荣华富贵。小弟李建军娶的是一个天天在街边捡垃圾、穿得破破烂烂的姑娘林婉星。没有豪车，没有彩礼，连件新衣服都没有。李建军就用一辆旧三轮车把林婉星接回了家。村里人围在门口指指点点，笑得前仰后合，都说李建军傻，娶个乞丐回家，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把家里的脸都丢尽了。李建国站在一旁一脸不屑，指着李建军说：“你真是自找苦吃，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捡个要饭的。以后你穷死别来找我，别连累我们家。”林婉星低着头攥着破袋子，不敢说话。李建军紧紧握住他的手，认真的说：“我不看你穿什么，我只看你心好不好？这辈子我都护着你。”说完，李建军骑着三轮车，头也不回的把林婉星带回了家。李建国在后面大声喊：“你等着吧，早晚有你哭着回来求我的。”那天过后，李建国婚后直接住进了岳父张富贵的大别墅，不用上班，每天就是吃喝玩乐、打牌炫耀，走到哪里都仰着头，觉得自己是人上人。他逢人就吹嘘自己的岳父多有实力，自己以后再也不用过苦日子，还经常在村里贬低李建军，说李建军一辈子没出息，只能和乞丐混日子。李建军和林婉星则住进了村里最破旧的一间土坯房，那房子还是父母生前留下的，墙壁斑驳，屋顶漏雨，一到下雨天，屋里就摆满了接水的盆盆罐罐。林婉星依旧穿着那件洗得发白、打了好几块补丁的衣服，只是脸上少了往日的怯懦，多了几分安稳。李建军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是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就推着那辆旧三轮车出去找活干，帮人拉货，帮人耕地，帮人修缮房屋，只要能挣钱的活，他从不推辞。日子一天天过去，李建国的风光越来越盛，每天开着岳父给买的豪车回村，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每次看到李建军推着旧三轮车满身尘土的回来，都会故意停下车，阴阳怪气的嘲讽：“建军啊，你这一天累死累活，挣的钱够买我一瓶酒不？早知道当初听我的，找个有钱的，也不至于这么寒酸。”村里的人也跟着附和，有人拍李建国的马屁，有人对着李建军叹气，还有人私下里劝李建军：“建军，你跟那乞丐离婚吧，建国现在发达了，只要你求他，他肯定能帮你找个好媳妇儿，总比跟着一个捡垃圾的强。”李建军每次都只是笑一笑，不反驳也不辩解，只是每天更拼命的干活。晚上回到家，林婉星总会端上一碗热乎的粥，虽然没有大鱼大肉，却吃得格外香。林婉星话不多，但手脚麻利，把那间破旧的土坯房收拾得干干净净，还在院子里开辟了一小块菜地，种上了青菜黄瓜，每天浇水施肥，长得郁郁葱葱。有一次，村里的王老太生病了，儿女都在外地，没人照顾，躺在床上连口热水都喝不上。林婉星听说后，每天早早的就去王老太家，帮她擦脸、喂饭、洗衣服，还去山上采了草药煮给王老太喝。没过几天，王老太的病就好了，她拉着林婉星的手，老泪纵横：“婉星啊，你真是个好孩子，比我亲闺女还亲。那些说你是乞丐、笑话你的人，都是瞎了眼。”这件事儿在村里传开了，有人对林婉星的看法稍微变了一点，但更多的人还是觉得，就算他心地好，也改变不了他是乞丐的事实。跟着李建军，早晚还是要受苦。李建国听说后，更是嗤之以鼻：“装什么好人？不就是想博个好名声，以后好沾我的光？我可告诉你，门儿都没有。”这天，李建军推着三轮车去镇上拉货，路过一个工地的时候，看到有人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浑身是血。工地方的人慌作一团，没人敢上前。
李建军二话不说，放下三轮车冲了过去，小心翼翼地把受伤的工人抱上三轮车，拼命地往镇上的医院赶。一路上，李建军累得满头大汗，车轮子碾过石子路，颠簸得厉害。他紧紧护着怀里的工人，生怕再伤到他。到了医院，他垫付了医药费，还守在病床前，直到工人的家属赶来。工人的家属十分感激，非要给李建军钱，李建军却拒绝了。不用，谁遇到这种事都会伸手帮一把的。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镇上的人都夸李建军是个好人，还有人主动找他拉货干活，说找他干活放心。李建军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虽然还是挣得不多，但至少不用再愁吃愁穿。他给林婉星买了一件新衣服，林婉星穿上新衣服，眉眼间多了几分灵气，看得李建军心里暖暖的。而李建国那边却渐渐出了问题，张富贵的公司因为资金链断裂陷入了危机，欠下了一屁股债。一开始李建国还不知道，依旧每天吃喝玩乐，挥霍无度。直到有一天，一群催债的人找上门来，把别墅围得水泄不通，他才慌了神。张富贵急得焦头烂额，四处借钱，却没人愿意帮他。毕竟树倒猢狲散，以前围着他转的人，现在都避之不及。张翠花从小娇生惯养，哪里受过这种苦，整天对着李建国发脾气，抱怨他没本事，不能帮家里渡过难关，还说要是早知道他这么没用，当初就不嫁给他了。李建国被骂得狗血淋头，心里也很委屈。他以前靠岳父风光惯了，根本没什么本事，现在岳父倒台了，他什么也做不了。为了还债，张富贵把别墅豪车都卖了，一家人搬到了镇上的一间小出租屋，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李建国再也没有了以前的嚣张气焰，头发乱糟糟的，衣服也变得皱巴巴的，每天只能靠打零工度日，累得腰酸背痛，还经常被人白眼。他想起以前自己嘲讽李建军的样子，心里五味杂陈，却又拉不下脸去求李建军。这天，李建国在镇上打零工，路过一个菜市场，看到李建军和林婉星正在卖菜，他们的菜新鲜水灵，买的人排起了长队。林婉星穿着干净的衣服，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正在熟练地给顾客称菜找钱。李建军则在一旁帮忙，两人配合得十分默契，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李建国看着这一幕，心里既羡慕又嫉妒，他忍不住走了过去，语气生硬地说：你们这菜怎么卖？李建军看到他，没有嘲讽，也没有冷淡，只是笑着说：哥，你来了，要什么菜随便拿，不用给钱。林婉星也跟着笑了笑，递给李建国一把青菜：大哥，尝尝我们自己种的菜，没有农药，很新鲜。李建国看着手里的青菜，又看了看两人真诚的笑容，眼眶一热，忍不住低下了头，声音沙哑地说：建军，哥以前对不起你，不该嘲讽你，不该看不起婉星。李建军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哥，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我们是兄弟，不管怎么样都是一家人，你要是有困难就跟我说，我们一起想办法。李建国听了，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这么多天积压的委屈和悔恨在这一刻全部爆发出来。他没想到自己风光的时候身边围着一群人，可落魄的时候只有被自己看不起的弟弟和弟媳愿意帮他。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缓缓停在了他们面前，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着西装戴着墨镜的男人。他恭敬地走到林婉星面前，深深鞠了一躬，恭敬地说：小姐，您终于让我们找到您了，老爷和夫人都快急疯了。这一句话像一颗炸雷，在周围炸开了，所有人都惊呆了，包括李建军和李建国。林婉星愣了一下，随即皱起了眉头，疑惑地说：你认错人了吧？我不是你说的小姐，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男人笑着说：小姐，我没有认错，您脖子上的玉佩
是老爷给您小时候戴的，上面刻着一个林字。您再看看这个，这是您小时候的照片。说着，男人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林婉星。林婉星接过照片，看着照片上那个穿着公主裙、笑得甜甜的小女孩，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些模糊的记忆。豪华的房子，温柔的父母，还有一个疼他的爷爷。他的头突然疼了起来，一些片段式的画面在他脑海里浮现。他跟着父母去旅游，被人贩子拐走，一路颠沛流离，最后流落到这里，靠捡垃圾为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我是林氏集团的千金。林婉星喃喃自语，眼里充满了震惊和疑惑。男人点了点头，眼眶泛红。是的，小姐，您是林振海董事长的独女林婉星。3年前，您在国外旅游时被人贩子拐走，老爷和夫人动用了所有的力量，找了您3年，终于找到您了。周围的人都看傻了，议论纷纷。我的天，原来这个姑娘不是乞丐，是林氏集团的千金啊！林氏集团可是全国有名的大企业，比张富贵的公司厉害100倍都不止。李建军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竟然娶了个千金小姐？以前我们还嘲笑他，现在想想，真是太可笑了。李建国更是目瞪口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一直看不起的乞丐弟媳，竟然是林氏集团的千金。他想起自己以前嘲讽林婉星的那些话，想起自己得意洋洋的样子，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李建军也愣住了，他看着身边的林婉星，眼里充满了惊讶。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娶的这个看似普通的姑娘，竟然有这么显赫的身份。但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紧紧握住林婉星的手，温柔地说：婉星，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千金小姐还是普通的姑娘，我都是你的丈夫，这辈子我都会护着你。林婉星看着李建军真诚的眼神，眼里泛起了泪光，点了点头。建军，谢谢你，不管我是谁，我都不会离开你的。男人恭敬地说：小姐，老爷和夫人已经在镇上的酒店等着您了，您跟我过去吧，他们想见您。林婉星点了点头，对李建军说：建军，我们一起过去吧。李建军点了点头，两人一起上了劳斯莱斯。李建国站在原地，看着远去的劳斯莱斯，心里充满了悔恨和羡慕。他终于明白，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看他娶了什么样的人，也不是看他有多少钱，而是看他的人品，看他是否懂得珍惜。到了酒店，林婉星见到了自己的父母，一家3口相拥而泣，诉说着这3年来的思念和痛苦。林振海看着女儿，又看了看身边的李建军，眼里充满了感激。小伙子，谢谢你，谢谢你这3年来照顾我的女儿，以后你就是我的女婿，我会把你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对待。李建军连忙说：叔叔阿姨，不用客气，照顾婉星是我应该做的，我是真心喜欢婉星，不管她是什么身份，我都会好好对她的。林振海满意的点了点头，笑着说：好，真是个好孩子，我看你是个踏实肯干的人，以后你就来林氏集团上班吧，我给你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以后你和婉星一起好好过日子。李建军没有立刻答应，而是看了看林婉星。林婉星笑着点了点头，他才说：谢谢叔叔，不过我想靠自己的努力，我现在在卖菜，虽然挣的不多，但我很踏实，等我以后有能力了，再去林氏集团帮忙也不迟。林振海更加满意了，他没想到李建军这么有骨气，不像有些人一旦攀上高枝儿就忘了自己的本分。他点了点头：好，有志气，我支持你，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干涉你，只要你好好对婉星就行。就这样，林婉星恢复了林氏集团千金的身份，但她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本性，依旧温柔、
善良、勤劳，每天还是会和李建军一起去卖菜，只是不再是以前的旧三轮车，而是换成了一辆崭新的货车。菜也都是从自己家的农场运过来的，新鲜又健康。村里的人再也不敢嘲笑李建军和林万兴了，反而都纷纷巴结他们。有人主动找李建军合作，有人想让自己的孩子嫁给他们的孩子，还有人后悔当初不该嘲讽他们，纷纷上门道歉。李建军和林婉行都很大度，没有计较以前的事，依旧真诚地对待村里的人。最热闹的要数村东头的王婶，以前天天在背后嚼舌根，说林婉兴是乞丐拖油瓶，现在天天提着自家种的鸡蛋晒的干货往李建军家跑，一口一个建军兄弟婉兴妹子，热情的让人不适应。还有以前拍李建国马屁最凶的赵老三，见李建军势头正好，立马转了风向，主动提出帮李建军的农场拉货，分文不取，就为了能攀上关系。甚至有村民找林婉兴，想托他找林氏集团的关系找工作。林婉兴没有直接答应，而是和李建军商量后，决定优先安排村里的困难户，前提是必须踏实肯干。这一举动更让村民们对两人刮目相看。李建军的农场越办越大，一开始只是种些青菜瓜果，后来在林振海的建议下，引进了有机种植技术，还搭建了温室大棚，种起了反季节蔬菜和稀有水果。林婉兴虽然恢复了千金身份，却从没有摆过架子，每天依旧泡在农场里，跟着工人一起播种、浇水、采摘，甚至还跟着村里的老农学做农产品腌制，打算把村里的特色农产品做成预制菜，拓宽销路。李建军则负责跑市场谈合作，他踏实诚恳的性子赢得了不少经销商的信任，订单越来越多，不仅覆盖了周边城镇，还通过线上直播卖到了全国各地。这期间，李建国在农场里也慢慢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一开始他只是跟着工人干些杂活，搬肥料、摘蔬菜，累得直喘粗气，好几次都想放弃。但看着李建军和林婉兴每天比他还辛苦，却从未抱怨，他也咬牙坚持了下来。有一次，农场的温室大棚被暴雨冲坏了，里面的反季节蔬菜眼看就要被淹。李建国主动站出来，顶着暴雨带头抢修，浑身湿透也不肯停歇，直到把大棚加固好，保住了里面的蔬菜。李建军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特意把农场的物资管理交给李建国负责。李建国格外珍惜这个机会，每天把物资进出记录的清清楚楚，从不偷懒耍滑，慢慢练就了细心严谨的性子，得到了农场工人的一致认可。林婉兴也没有忘记当初帮助过他的王老太，得知王老太的儿女在外地打工，常年不回家，他特意让人给王老太翻新了房子，还请了村里的护工，定期照顾王老太的起居。王老太逢人就夸林婉兴，说他是天上掉下来的福星，不仅救了自己，还带动了全村人致富。除此之外，林婉兴还拿出自己的一部分积蓄，在村里建了一所留守儿童之家，聘请了老师，让村里的留守儿童有地方学习，有地方玩耍，解决了村民们外出打工的后顾之忧。随着李建军的农产品公司越做越大，村里的路也修通了，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房。不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看到村里的变化，也纷纷回来加入了李建军的公司。村里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以前的贫困村渐渐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甚至有人专门来村里参观学习。李建军和林婉兴也成了当地的名人，经常被邀请去分享创业经验。有一次市里举办农产品展销会，李建军带着公司的产品去参加，没想到竟然遇到了张富贵。此时的张富贵头发花白，满脸憔悴，穿着一身旧衣服，在展销会上摆了个小摊子，卖些廉价的土特产，勉强维持生计。他看到李建军穿着得体，身边跟着气质优雅的林婉兴，被众人簇拥着，心里充满了悔恨。他主动走上前，低着头对李建军说：“
建军，以前是我有眼无珠，看不起你们，现在才知道，真正有本事的人是踏实肯干的人。李建军没有为难他，反而给了他一个合作的机会，让他负责给公司供应一些本地土特产。张富贵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忙道谢，从此也踏踏实实的做事，再也不敢投机取巧。李建国也彻底摆脱了以前的影子，在农场里踏实肯干，不仅把物资管理得井井有条，还主动学习种植技术，慢慢成长为农场的技术骨干，后来被提拔为农场主管。他常常感慨，如果不是当初李建军和林婉星不计前嫌的帮他，他现在可能还在街头流浪。他也终于明白，人生就像一场修行，只有踏实做人，懂得珍惜，才能收获幸福和快乐。后来他和村里勤劳善良的姑娘刘桂兰结了婚，刘桂兰十分支持他的工作，两人婚后生了一个女儿，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李建国经常教育女儿要踏实做人，善良待人，不要以貌取人，要懂得珍惜眼前的幸福。李建军和林婉星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他们开了一家农产品公司，把村里的农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还带动了村里的人一起致富。村里的人都十分感激他们，把他们当成了榜样。有一天，村里举办了一场表彰大会，表彰李建军和林婉星为村里做出的贡献。会上，村支书拿着话筒激动地说，李建军和林婉星是我们村的骄傲，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做人要踏实善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放弃，只要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以前我们嘲笑李建军娶了个乞丐，现在我们才知道，我们嘲笑的是我们自己永远达不到的高度。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李建军和林婉星站在台上相视一笑，眼里充满了幸福和坚定。他们知道，不管未来遇到什么，只要他们携手并肩，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而李建国也在农场里慢慢站稳了脚跟，他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农场的主管，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他常常感慨，如果不是当初李建军和林婉星不计前嫌的帮他，他现在可能还在街头流浪。他也终于明白，人生就像一场修行，只有踏实做人，懂得珍惜，才能收获幸福和快乐。后来林婉星怀孕了，李建军对她更是呵护备至，林振海和夫人也经常来看他们，一家人其乐融融。村里的人都说，李建军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娶到了林婉星这样好的姑娘。而林婉星也因为遇到了李建军，才感受到了真正的幸福。有一次，张翠花回来村里，看到李建军和林婉星的幸福生活，又看了看自己现在的日子，心里充满了后悔。她当初嫌弃李建国没本事，嫁给了一个有钱人，可那个有钱人根本不珍惜她，整天对她打骂，日子过得生不如死。她想回到李建国身边，可李建国已经变了，他不再是以前那个只会挥霍的男人，他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追求，再也不会接受他了。张翠花只能默默地离开了村子。临走前，他看着李建军和林婉星的别墅，心里充满了悔恨。他终于明白，金钱不是万能的，只有真心相待，才能收获幸福。日子一天天过去，李建军和林婉星的孩子出生了，是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取名叫李念安，寓意着思念与平安。林振海和夫人特意从城里赶来，给孩子办了满月酒，宴请了村里的所有人，场面十分热闹。李念安渐渐长大，继承了李建军的踏实和林婉欣的善良，经常跟着父母去农场里干活，还主动帮村里的老人提东西、干农活，深受村民们的喜爱。有一次，村里的小孩不小心掉进了河里，李念安不顾自己年纪小，大声呼救，还找来一根绳子，试图把小孩拉上来。幸好李建军及时赶到，把两个孩子都救了上来。这件事儿在村里传开了，大家都夸李念安是个勇敢善良的好孩子，都说李建军和林婉星教得好。
李建国也彻底摆脱了以前的影子，他不仅把农场的物资管理得井井有条，还凭借自己的努力学会了农产品种植技术，成为了农场的技术骨干。后来他和村里的踏实姑娘刘桂兰结婚了。刘桂兰勤劳善良，很支持李建国的工作，两人婚后生了一个女儿，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李建国经常教育女儿要踏实做人，善良待人，不要以貌取人，要懂得珍惜眼前的幸福。几年后，李建军的农产品公司已经成为了当地的龙头企业，带动了周边好几个村子一起致富。他和林婉星也被评为乡村振兴带头人。林氏集团也在林婉星的建议下，加大了对乡村振兴的投入，在全国各地建了多个农产品种植基地和加工厂，帮助更多的农民走上了致富路。村里的人再也不会以貌取人了，他们都明白，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的身份、地位和财富，而在于他的人品和努力。李建军和林婉星的故事也在周围的村子里传开了，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美谈，激励着更多的人踏实做人，努力奋斗，珍惜身边的幸福。有一天，李建军带着林婉星和孩子回到了当初那间破旧的土坯房，看着斑驳的墙壁和漏雨的屋顶，林婉星笑着说：建军，还记得吗？我们当初就是在这里一起吃苦，一起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日子。李建军点了点头，紧紧抱住林婉星和孩子，温柔地说：记得，我永远都记得，不管以后我们过得多好，我都不会忘记当初那个陪着我吃苦不离不弃的你。婉星，谢谢你，这辈子能遇到你是我最大的幸运。林婉星靠在李建军的怀里，眼里泛起了泪光，笑着说：建军，我也是，能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不管以后遇到什么，我们都要一起面对，永远不分开。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耀眼。远处的田野里，金黄的麦子随风摇曳，仿佛在为他们祝福。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而他们的幸福也会像这田野里的麦子一样，越来越饱满，越来越香甜。其实人生就像一场未知的旅程，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什么，也永远不知道那些被我们看不起的人会不会有一天成为我们仰望的存在。所以不要以貌取人，不要轻视任何人，踏实做人，善良待人，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才能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快乐。这个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富贵，也没有永远的落魄，只要你踏实肯干，善良真诚，只要你懂得珍惜，懂得感恩，就一定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